你以为太阳系只有一个太阳，大错特错。木星差一点就把地球烤成灰烬。NASA 的科学家算过一笔账，如果木星的质量再增加80倍，它会在一夜之间点燃，成为第二个太阳。什么概念？地球会同时被2个恒星烘烤，一边是太阳，一边是木星。你早上起来会看到2个日出，听起来很浪漫。错了，这是人类的末日。因为木星一旦点燃，地球的轨道会被彻底撕碎，要么被甩出太阳系冻成冰球，要么被拉进木星烧成灰烬。更恐怖的是，木星现在还在发光发热。你没听错，此时此刻木星内部的温度高达24000摄氏度，比太阳表面还要热4倍。它正在疯狂地向外辐射能量，辐射出来的热量甚至比它从太阳接收的还要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木星本质上就是一颗失败的恒星，一颗差一点就能毁灭地球的定时炸弹。问题来了，木星为什么没能点燃？它到底差在哪里？答案藏在它的核心深处。科学家通过精密计算发现，木星核心的压力达到了4000万个大气压，温度约为2.4万摄氏度。这个数字听起来已经很吓人了，但要点燃氢核聚变，需要至少1000万度的温度和更高的压力。木星刚好卡在了临界点下方，就像一个永远点不着的打火机，但这个点不着的结果恰恰是地球最大的幸运。如果木星真的点燃了，它会成为一颗红矮星，质量达到太阳的 8%。 到那时，整个太阳系的引力格局会被彻底改写，地球的轨道会像过山车一样剧烈摆动，海洋会被引力撕扯成巨浪，大陆板块会疯狂碰撞。更可怕的是，2颗恒星之间的引力拉扯会让地球的公转轨道变成一个扁平的椭圆，冬天会冷到零下200度，夏天会热到300度以上，所有生命都会在这种极端环境中灭绝。2016年朱诺号探测器传回的数据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，木星内部的氢在极高压下呈现出金属态，这种金属氢产生了太阳系最强的磁场，磁场强度是地球的2万倍。这个磁场捕获了大量高能粒子，形成了致命的辐射带。如果你驾驶飞船靠近木星，光是辐射就能在几分钟内把你的 DNA 撕成碎片。木星周围的辐射强度是国际空间站的1000倍。1995年伽利略号探测器仅坚持了58分钟就被摧毁。但木星最诡异的地方还不是辐射，而是它表面的那只红眼睛大红斑，一场咆哮了至少350年的超级风暴，面积曾经可以塞下3个地球，但从1800年到现在，它的直径已经缩小了一半。2023年哈勃望远镜连续90天观测大红斑，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，这个风暴在颤抖，它一会儿被压扁，一会儿又被拉长，就像一个濒死的巨兽在挣扎。更离奇的是2022年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发现大红斑下方存在第2层风暴结构，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，深层风暴的温度比表层高出800度，完全违反了大气物理学的常识。科学家们至今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有人猜测木星内部可能存在某种未知的能量源，正在源源不断地为这些风暴提供动力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木星就是一个恐怖的怪物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木星是地球最忠诚的守护者。1994年7月，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被木星引力撕成21块碎片，以每秒60千米的速度撞向木星，撞击能量相当于40万亿吨 TNT， 等于每秒引爆50颗广岛原子弹，持续整整1年。如果这颗彗星撞上地球，全球 75% 的物种会灭绝，而木星只是留下几个暗斑，3个月后就恢复了。科学家计算过，如果没有木星，地球遭受致命撞击的概率会增加1000倍。木星就像一个巨大的引力吸尘器，质量是地球的318倍，把大部分危险天体都提前拦截了。更神奇的是，木星距离太阳 7.8 亿公里，这个位置恰到好处，既不会太远拦不住小行星，也不会太近干扰地球轨道。木星的卫星系统更像一个微型太阳系，充满了惊人的秘密。木 V2 欧罗巴可能是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，冰层下隐藏着比地球海洋还要多2倍的液态水。2024年，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在木卫2的冰喷泉中检测到了碳基、有机分子和疑似生物代谢特征。NASA 计划2030年发射欧罗巴快船号深入探测，如果真的发现生命，将改写人类对宇宙的认知。而木卫1则是地狱的代名词，表面分布着超过400座活火山，硫磺喷泉高达500千米，火山热点温度高达1600度。木星的引力每天都在揉搓它，把内部加热到融化状态。2023年
年，朱诺号传回震撼图像，木卫一的火山喷发如此剧烈，以至于整颗卫星都被一层厚厚的硫磺覆盖，从太空看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披萨。2023年，朱诺号还发现了一个更加诡异的现象，木星北极存在8个巨大的气旋，以完美的8边形阵列排列，南极则是6个气旋组成的6边形图案。这种几何图案在自然界极其罕见，科学家无法解释，就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控制着。有科学家开玩笑说，这看起来像是外星文明留下的记号，但更可能是木星内部存在某种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机制。现在科学家意识到，木星不仅保护了地球，还塑造了整个太阳系，它的存在让太阳系保持了微妙的平衡，它的每一个特征都恰到好处，就像被精心设计过一样。或许这就是宇宙的奇迹，一个失败的恒星成就了一颗蓝色星球上无数生命的诞生。当你夜晚抬头看见天边那颗明亮的星时，请记住，那不仅仅是一颗行星，那是我们能活到今天的原因，也可能是人类找到宇宙同伴的起点。它用46亿年的爆裂与温柔，既制造过浩劫，也孕育了希望。它曾是毁灭之神，如今是守护者。而这个庞然大物此刻正在几亿公里外，用那只血红色的巨眼默默注视着地球，像是在守护，也像是在等待。你以为土星很美，错了，它是太阳系里最华丽的死亡陷阱。 NASA 卡西尼号飞了20年，最后坠入土星前，传回一组数据，整个控制室鸦雀无声。为什么？因为土星的天空在下钻石雨，不是比喻，是货真价实的钻石，每年1000吨从天上砸下来，你以为这很浪漫，再往下看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土星北极藏着一个正6边形风暴，直径比2个地球还大，已经不停风转了几百年。地球上最强台风时速300千米，土星的风速是1800千米，一秒把你撕成分子级别的碎渣。但这都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土星能飘在水上，你没听错，一个装得下764个地球的怪物，密度居然比水还低。如果你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浴缸，把它扔进去，它会浮起来。更诡异的还在后面，那些美到窒息的光环正在消失。 NASA 已经确认，土星每秒都在吞噬自己的光环，每30分钟就吃掉一个奥运泳池体积的冰块。按这个速度，不到3亿年，土星环将彻底消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恰好活在能看见土星环的那一瞬间。晚来一步，人类永远不会知道土星曾经有过光环。问题来了，这些光环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答案比你想的恐怖10000倍。几亿年前，土星身边有一颗巨大的冰质卫星，安安静静地绕着它转，但土星的引力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每一圈都把它往死亡线上拽进一点，这条线叫洛希极限。一旦越过你身体不同部位，受到的引力差大到能把固体像撕面包一样撕开。那颗卫星的冰壳率先崩裂，一片一片被玻璃碾碎，岩石核心沉入土星，大气永远消失了。剩下的万亿块冰渣在引力作用下铺展开来，变成了一条宽达数十万公里的光环。你今天在望远镜里看到的那圈金色光带，本质上是一颗星球的骨灰。你凝视的不是风景，是一场持续了上亿年的行星级葬礼，而且葬礼还没结束。五星的磁场正在把光环上的冰粒一口口吞回去，化作无声的冰雨坠入大气。他亲手制造了墓碑，现在又在亲手消化它。再看那个6边形风暴，大自然从来不画直线。台风是圆的，洋流是圆的，星云也是圆的，可土星北极偏偏顶着一个棱角分明的正6边形，每条边笔直的像用尺子画的4个地球扔进去还有富裕。更诡异的是，卡西尼号在任务末期发现6边形上方几百公里的平流层里竟然还有一个6边形，2层上下对齐，精度高得令人不安。而南极呢，什么几何形状都没有。为什么北极这么特殊？到今天没有完整答案。6边形正中央是什么？一个直径超过2000千米的深红色巨风眼，像一朵用暴风编织的玫瑰，一刻不停的旋转，美吗？美。但里面的风速足以在0.几秒内把任何人造物体碾成粉末。每隔大约30个地球年，土星还会爆发一次大白斑超级风暴，能绕整颗行星一圈，首尾相连。里面的闪电强度是地球的10000倍，每次放电相当于一颗小型核弹，直接把深层的氨冰和物质翻涌
上来，一夜之间，金灿灿的土星变成布满白色伤疤的幽灵。土星本体够疯了，它的卫星更邪门，土卫6太阳系唯一有浓厚大气层的卫星，站在上面你能看到河流、湖泊、雨云，跟地球惊人的相似。但别被骗了，那里下的雨是液态甲烷，就是液化天然气，温度零下179度，你的血液会瞬间冻成比玻璃还脆的固体。地面上的沙丘是碳氢化合物颗粒堆成的，说白了就是塑料，一个由天然气和塑料构成的世界，用死亡的原料模仿着生命的样子。 NASA 计划2030年代发射蜻蜓号无人机，飞过去寻找一个终极问题的答案：没有水，没有氧气，生命是否依然能诞生？再看土卫2，直径才500千米的小冰球，谁都没拿它当回事，直到卡西尼号拍到它南极的虎纹裂缝，那里面正往外喷东西，巨大的水蒸气雨流以超音速冲向太空，卡西尼号直接穿了过去，检测到了水、盐分、氢气和复杂有机分子，这意味着冰壳底下藏着一片全球性的液态海洋，海底可能还有热液喷口，那恰恰是地球上最古老生命的摇篮。在14亿公里外的一颗冰球深处，可能有什么东西正在永恒的黑暗里游动。正因如此，2017年卡西尼号燃料耗尽时， NASA 做了一个壮烈的决定，让它一头扎进土星大气层自我毁灭，因为一旦失控撞上土卫2，地球细菌可能污染那片潜在的生命海洋。最后几十秒，卡西尼号拼尽全力把天线对准地球，一直传数据，直到外壳融化燃烧气化。一台独自工作了20年的机器，几十秒内被分解成原子，永远融入了土星的风暴。控制室里信号消失的那一刻，有人鼓掌，有人拥抱，有人默默流泪。这就是土星，用窒息的美丽引你靠近，再用1000种方式告诉你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为你准备的。钻石雨会砸穿你，六边形风暴会撕碎你，光环里的冰块会把你打成齑粉，但同时它又在卫星深处悄悄酝酿着生命诞生的可能。我们恰好活在能看见土星光环的时代，恰好造出了能飞过去的探测器，恰好赶上了这一切。宇宙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但我们可以在它流逝的瞬间拼命记录眼前的一切。我们来过，我们看见了，这就够了。